我们总是关心，哎呀，我们有什么趋势，有什么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不对？对。但是真正的高手关心的是5年、10年、20年，什么东西是不变的？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很多人问我未来10年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10年哪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他认为后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战略应该是建立在那些稳定不变的东西上的。虽然真正的决策是从面对不确定性开始的，但是一味的纠结于不确定的细节和假设中，对决策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贝佐斯在2007年到2018年12年的致股东信上，5次提到长期价值，3次提到用户价值，2次提到正向现金流，这些都是商业最本质的内容。亚马逊的成功就是坚持商业最本质的原理，回归良知，回归人性，回归商业的本质。高手的决策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1661年正月初六，顺治皇帝23岁，因为感染天花，性命垂危。顺治的长子不到1岁就夭折了。按照中国古代立嫡立长的规矩，他理应让他的二儿子福全继位。但是传教士汤若望建议，应该立得过天花的三儿子玄烨为皇太子，因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天花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一旦感染，基本上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顺治的其他几个儿子都还没出过天花，一旦感染都有病死的可能。如果新皇帝病死，必然会造成朝政动荡。因此，由于不会再得天花这个确定性，朝廷高层迅速就太子人选达成了共识。次日，顺治死于养心殿，玄烨成功登基，成为了康熙皇帝，开启了100多年的康乾盛世。在当时那种医疗条件下，不生天花不意味着不得其他病，但那是任何一个新皇帝都面对的不确定性。而玄烨对天花的免疫是这些不确定性中唯一存在的确定性，这也最终促成了顺治的关键决策。虽然顺治的选择和之后的康乾盛世未必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当时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根据已有的确定性信息做出决策，应该是最高效且理智的行为了。真正的决策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而在茫茫的不确定性中，找到那些为数不多的确定性，基于确定性决策，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手。那么，该如何根据确定性进行决策呢？第一，要确定战略。战略思维就是确定性思维，因为战略必须是稳定的。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就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决策系统，他的投资模式非常稳定，不被短期股价波动所左右，更不会和别人比拼短期业绩，尽管他短期内的业绩经常会输给大盘或者其他基金经理。巴菲特曾多次提到他对桥牌的热爱，他曾夸张地说，如果一个监狱的房间里有3个会打桥牌的人的话，他不介意去坐牢。他认为桥牌是锻炼大脑的最好方式，因为每隔10分钟你就要重新审视一下局势。在股票市场上的决策不是基于市场的局势，而是你认为合理的事情上的。桥牌就好像是在衡量盈利和损失的比喻，你每时每刻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计算。桥牌高手会告诉你，不要在乎一成一池的得失，而要建立一个大概率赢钱的决策系统。顶尖牌手和普通牌手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顶尖高手具有能够始终保持稳定决策的能力，不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或输或赢的结果而影响决策。他们通过不断的训练，养成了深思熟虑解决问题的习惯。相反，普通牌手的心情很容易随着周围的环境变化，导致决策水平不稳定，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依靠条件反射来做决定。散户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很少有散户有明确且稳定的交易系统，买卖决策经常是因为冲动，或者是听消息、看股评，很少有自己的分析。稍微好一点的有自己的交易策略，但是今天听说这个人赚钱了，学习一下这个人的策略，明天发现另一个人赚得更多，又转头去学另一个人的交易策略。其实，不管是什么交易策略，本质上是一个概率游戏，长期来看基本上会回归到理论收益率。
来回切换策略意味着没有稳定的交易系统，总是在别人赚了钱之后进场，就意味着永远在错过最好的赚钱时机，永远在跟概率作对。最好的策略其实就是选定一个交易策略，坚定地按照纪律进行交易，追求长期的稳定收益。因此，在具有确定性的战略体系下，做出的决策才是长期稳定可靠的。第二，马上行动。根据确定性做出的决策是高效的，因为目标明确且聚焦，可以快速做出判断和行动。英国南极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南极探险故事，是在复杂的绝境中寻求确定性，最终脱险生还的经典案例。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之一。1914年12月，沙克尔顿和他的27名船员在极昼阳光照耀下开始穿越南极大陆，这在当时是一个从未有人完成的壮举。在探险刚开始没多久，沙克尔顿的持久号轮船就被浮冰团团围住了，完全无法行动。沙克尔顿和船员不得不弃船搬到浮冰上，在冰上建立营地。10个月后，也就是1915年11月，冰层将船壳挤破，持久号终于沉入海底。此时，沙克尔顿只有1个愿望，把船体船员一个不少地带回去。1916年4月9日，浮冰彻底碎裂，救生船被迅速推到海上。在海上经历了7昼夜的漂浮之后，沙克尔顿和船员们登上了荒无人烟的大象岛，在那里安营扎寨。但是他们没有坐以待毙，在经历了艰难的决策之后，一支由沙克尔顿带领的6人敢死队登上了最大的救生艇，穿越被称为好望角碾压机的地球上最为凶险的800英里水域，来到了离他们最近的捕鲸站南乔治亚岛。可是他们上错了岸，捕鲸站不在他们登陆的南岸，而在北岸。从南岸到北岸，要么沿海湾航行，要么在陆地上行军。考虑到食物和船员们的精力将要耗尽，沙克尔顿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策，拼死急行3天3夜，穿越冰川奔向捕鲸站。终于在食物和体力耗尽之前，他们到达了捕鲸站。到达捕鲸站的3天之后，他们登上了一艘捕鲸船，去解救围困在大象岛上的同伴。1916年8月30号，经过了4次尝试，沙克尔顿终于找到了一条从浮冰上穿过的路，抵达了大象岛，并把留在那里的22名同伴成功救出，完成人类历史上绝境求生的伟大壮举。在南极的自然绝境中，沙克尔顿始终在不确定性中选择有可能把握住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确定性，为团队争取多一份生机。船被浮冰困住时，他选择弃船登冰，在巨大如陆地的浮冰上建立营地。沉船之际，他果断改变战略，将目标从穿越南极改为让所有人安全回去。浮冰变小的时候，他选好目标，登艇出发。上小岛之后，他又带领敢死队前往最近的有人区自救。登错了口岸，在食物和体力有限的情况下，他毫不迟疑地选择更艰苦却更有把握的陆地急行，向着时间和目标具有确定性的捕鲸站前进。最终在生死一线之际来到捕鲸站，并救出所有船员。对穿越南极这个战略目标而言，这是一次失败，但对冒险本身而言，这是一次伟大的成功。第三，专注自我。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能把握的最大的确定性，其实是我们自己。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叫维克瑞拍卖。维克瑞本人也因为这个模型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奖。诺奖委员会授予维克瑞奖项的理由是，他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理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维克瑞拍卖的规则是，潜在的买主向拍卖主持人递交密封的出价，出价最高的买主会赢得标的，但买主只需要用次高价成交。举个简单的例子，有4个人出价竞标， A 出价1000元， B 出价1200元， C 出价2000元， D 出价1500元。最终出价最高的 C 将中标，但是只需要出次高价1500元。在维克瑞拍卖的博弈结构中，规则是出价最高者中标，但中标者以次高价成交。对于中标者来说，
成交价肯定低于自己的出价，其利润就得到了保证。但最后到底是以什么价格中标，即最高出价是什么，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对于每一个竞标者，在所有参考要素中，只有自己的成本和开支是具有确定性的。在这个场景下，守住成本线，即以成本出价，既能最大化自己的机会，同时又能保证自己有利可图，是最佳策略。试想，你参加一个拍品的拍卖，你认为它价值100万元，却故意报了90万元，想少花10万元，但这样会让你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机会。比如，另外一个人出价98元，最终他就会成为中标者。或者你故意报高一点的价格，报110万元，这样你中标的可能性当然更大了。但如果次高价是108万元，你虽然中标了，却要比你的预算多花8万元。如果你为了不让对手中标，故意报出高价，那么你自己会承担你强加在其他博弈方身上的成本，也就是损人不利己。维克瑞拍卖告诉我们，按照成本，或者说按照真实意愿出价，不仅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最优策略，也意味着你用自己的能力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这个博弈中唯一的确定性是我们自己。维克瑞拍卖揭示了在不对称信息下的很多道理。第一，出真实的价格可能会让你失去一些机会，但永远不会让你一败涂地、血本无归。所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不要考虑别人出什么价，你的真实底价除了和你的能力相关之外，和别人毫无关系。第二，报出真实价格，等待命运安排，代表着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最大化自己的机会。我们的努力是这个博弈模型中唯一的确定性。最优的策略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努力降低成本上。第三，面对不确定性，约束你行为的原则是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因为损人不一定利己，甚至可能损己，所以诚信才最可靠。长期来看，诚信是最好的策略。首先，诚信使我们始终只关注自己，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另外，诚信也使我们自己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确定性，让其他人更愿意和自己合作。所以，综上所述，确定性决策总结起来就是3点：明确战略、快速行动、专注自我。我经常建议所有人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断试错，这是不是跟这里提到的确定性决策相矛盾呢？这其实是2个层面的问题。确定性帮我们指明方向，但是到达目标的路径是不确定的，是充满未知的。试错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前进的路径，试错就是马上行动。既然环境是未知的，与其假设未来的各种可能，不如直接行动，去掉错误选项，最佳路径自然就越来越清晰了。同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因为这是我们能把握的最大的确定性。中国有句老话，尽人事，听天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按照真实意愿出牌，是最大化人生机会的方式。我们的真实底线不仅与别人毫无关系，还恰恰是我们最终所能依赖的那份确定性，是迷途的指引。好了，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是吴一，我们下期再见。